贝卡，贝卡丘，贝卡丘。大家好，我是卡皮。在神奇宝贝里，小智可以说已经挑战了无数个道馆了，每个道馆馆主的实力自然也是不同的。所以今天卡皮就来盘点一下神奇宝贝里最强的5个道馆馆主吧。如果各位有什么不同的看法的话，欢迎提出来。第5名小庄，小庄是淹没道馆馆主，同时她也是成都地区冠军杜的表妹，擅长使用农系神奇宝贝。小智当时对付她可是花了不少的力气，派出了自己当时手里最强的神奇宝贝阵容，皮卡丘、卡比兽还有喷火龙，最后才艰难地战胜了他。另外，小庄在神奇宝贝 BW 里也客串过，还收服了一只异色的赤面龙，实力可以说更加强大了。第4名马前，马前是利勇道馆馆主，同时他也是一位摇滚歌手，非常擅长使用毒系神奇宝贝。他最牛逼的地方就是用3只神奇宝贝来对付小智的6只神奇宝贝，但即使如此，小智还是很艰难的才打赢了他。更加令人惊讶的是，马前还在对战过程中给小智的神奇宝贝解毒，好让他能更好的对付自己。小智还笑着说了声谢谢，所以他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。第3名板木老大，板木是长盘市的道馆馆主，同时他也是火箭队的老大。当时小茂手里其实已经有了8个徽章，但是他为了向小智证明自己的实力，还是决定去挑战，结果被当时还被板木控制的超梦给爆锤了。当超梦脱离板木的控制后，有些人就认为板木不厉害了，其实不然，毕竟他是火箭队的老大，而火箭队的目的就是收集世界各地稀有强大的神奇宝贝，所以板木手里肯定还是有其他厉害的神奇宝贝的，比如说大针锋。另外，小智当时能拿到徽章也是运气好，板木不在场，把道馆交给了喵喵他们，而小智打败他们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。第2名神代，神代是对战开路期的法老，小智足足挑战了他3次，最后一次才勉强打赢了。然而明眼人就能看出神代当时是放了水的，因为当时神代手里可是有3只传说中的神奇宝贝啊，而他在最后一场对战中只用了其中1只，其他的全是普通神奇宝贝，所以小智只要稍微发挥一下主角光环还是能赢的。第1名纳兹，纳兹可以说是小智的一个噩梦了，小智曾一度陷入对他的恐惧中。他的神奇宝贝是超能力系，而他本身也是超能力者。更加恐怖的是，他还将自己的感情全都封印了，连他的母亲都被他变成了玩偶。在小智第一次输给他后，他还将小智关在了小黑屋里，最后还是他爸把小智救了出来。小智为了对付他，特地去收服了一只鬼斯通，最后在鬼斯通的搞笑神功下，才让纳兹恢复了人性。所以小智是不战而胜，要不然这样牛逼的对手，试问谁能打得过？有趣的是，在神奇宝贝漫画特别篇中，他还是板木老大的手下，而且十分爱慕板木老大，但这些在神奇宝贝动画中却没有体现出来。最后大家是不是感觉小智当时能赢这些人全是靠主角光环呢？好了，今天分享就到这了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和收藏哦，咱们下期见。